据环球网12月8日报道，一直发布有关全球军火的交易数据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研究报道显示，根据可查数据显示，10大军火商，中国3家上榜，在过去5年里完成了由进口向出口的惊人转变。德国之声7日称，中国还有几家销售额大到可以进榜。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先生却表示，故意高估，数据不准确，存在误导性。但中国的军火销售的确被低估了。为何宋忠平先生这样回答？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火报告存在的争议，数据真的真实可靠吗？据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火报告首次统计中国军火企业。根据可查到的信息显示，2019年全球25家最大军工企业中，美国12家上榜，销售额占比61%，中国4家占榜，销售额占比16%。虽然与美国的距离还相距甚远，但的确跃居第2。另外，德国之声也在7日，中国还有几家销售额巨大的军火企业未列入该名单。不过，中国宋忠平先生却表示，斯德哥尔摩的报告可信度需要打一个大折扣。把中国作为第2大武器销售国是对中国的高估，第2实际上还应该是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军事专家卡申也表示，斯德哥尔摩的报告根本没有将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等俄大型防务公司列在内，这样数据统计不完整、数据存在误差的报告却被不少国家拿来宣传，这背后是宣传什么？理性看待全球军火商统计报告，为何说高估？分析认为，不是中国低估本国的军火销售，但就这份报告和中俄军火销售信息客观地看待，中国军火销售存在偏科，主要以察打一体的无人机、远程多管火箭炮、火炮、榴弹炮、坦克等装备为主，在出口贸易上存在限制，并且仅以可查询的数据来审视这篇军火报告，它的数据信息的确乐意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作为首次统计中国军火企业的销售额的报告，却如中国宋忠平先生表示，比起正确看待中国科研的进步，中国军火销售额逐年上升，由进口向出口转变的理性分析。该报告的重点却放在中国军火销售跃居全球第2的信息上。在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正在企图让世界将中国视为全球威胁的时刻，这份报告不仅未理性的统计分析评估中美俄的军火信息，反而以不充分的数据侧重强调中国跃居全球第2的军火地位，忽视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加深了中国威胁论的印象，很难不被认为是故意为之。虽然中国军火商的销售被故意放大，但有一点是被各国赞同，世界长期处在美俄垄断世界军火的认知中，严重低估了中国军火商的份额。为何中国的军火销售被严重低估？为何压制？其中，中国军火之所以被低估，则跟美国的军火销售额有关。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教授埃里克森7日根据查阅到的资料，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全球军火中，美国高达61%的销售额，不是因为美国的武器不可替代，而是西方政府对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制裁。中俄两国的军火公司的国际存在长期受到限制，严重限制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而美国则以附加的政治因素一直霸权占据全球军火市场。不过即使这样，中国在2008年到2017年期间的军工出口依旧增长38%。另外，从中国主要出口强项就可以看出，中国还有许多武器未能出售他国，不少国家也希望能从中国进口更具威胁性的武器。中国军火未来如何突破压制，向真正的军火销售大国迈进？这一方面，已经从中国近几年的军火销售可以看出，中国正在逐渐摆脱依靠价格优势，以武器性能、优良的口碑和售后服务在国际市场获得青睐。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卡缅诺夫也指出，中国始终考虑外国伙伴的利益，认真履行义务，在经贸关系、通信领域以及武器出售方面均享有声誉。即使现在中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武器交易，但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的发展，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公平的武器交易准则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在此之前，我们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外媒报告评价，不能只看到长处，而忽视自身的发展的短处。要知道，决定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低的那块板决定的。
同时，没有真正做到势均力敌前，不能因为国外时不时的态度转变，便抛弃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放弃对华压制的幻想。想要真正的做到武器贸易自由，只有突破压制，就如政策一样，不能放弃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的目标。上个月，印度航母舰载机米格29K 在海上发生坠机事故，但是2位飞行员一死一伤。本来吧，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毕竟印度坠机事件时常发生。但是在前2天，印度却爆出这位死亡的飞行员竟然是印度海军航母编队的司令，而这件事也是让不少吃瓜群众啃掉了一口大瓜。近日，印度更是揭露了这位航母编队司令悲剧性死亡的真相，又是一口大瓜。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12月9号报道，前段时间失事的米格29K 双座舰载机飞行员尸体从海底打捞上来后，被确认为航母编队的司令官。近日更是曝光了与其上司在5月份的一份通信，其中不仅有这位司令写给上司的信件大概内容，还有上司给的批复。报道称，这份信件现在在媒体上被广为传播，而这位司令在信件中写给上司的话，更是让数百万印度人十分感动。其实这封信件的内容本质上就是一份结婚报告申请，但是为什么说是悲剧性死亡真相呢？信件内容大概是这样：我很遗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向您投下炸弹，但如果您同意，我打算向自己投下一颗炸弹。我希望您能发自内心的原谅我这鲁莽的决定，明显的自杀和绝对业余的失误。虽然这份信件的用词十分惊人，但是本质上就是一份结婚申请的报告而已。另外还用了非常多的飞行员专业术语描述了这个信件的主要内容，例如成功完成了3年的广泛 SCTT 后，我的小姐与我达成了一项共同协议，实际上能够一起度过我们的余生，而不会互相残杀。这位司令官还邀请上司参加他的婚礼，但是用词是这样的：目睹大屠杀，并且向这对夫妇表示慰问。而他的上司给他的批复却是在绝对和平时期可以自愿牺牲自己。但是这似乎象征了这位年轻的司令官悲剧性死亡的真相。很多人认为这是这位司令官对自己未来的精准预言。当然，并不知道这位司令官和这位小姐有没有成功举办婚礼，但是从信件很多的用词中，都似乎预言了这位司令官之后悲剧性的死亡。撇开这封信件内容不谈，印度媒体爆出这件事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个人分析是，最近印度很多的负面消息，不管是在拉达克地区后勤无法保障问题，还是频频坠机事件，甚至印度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再次发生神秘疾病的事情，都让印度国内人心惶惶。所以印度很有可能是想在众多负面消息中杀出一条出路，给自己的国民再打一剂强心针，转移一下自己国民的注意力。而且不久后，印度很有可能还会再出一个导弹发射之类的消息，振奋一下人心。毕竟再不管不顾，以印度国内现在的经济状况以及边境状况，说不定印度还要再来一次数百万人冲入新德里事件。9张量子计算机的问世的确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因为在科学杂志发表9张量子计算机研究成果之前，知道该事件的也只有潘伟民院士及他的团队人员。那个时候，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量子计算机这个领域，美国人拥有绝对优势。这是因为2019年，美国发布了世界首台量子计算机玄铃木。中国人完成了令人生畏的工作。12月3日，从科学期刊得到了中国9张量子计算机这项成果的美国科学家们就躁动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很服气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对美国的反超。美国科学期刊《科学美国人》发表的文章指出，完成9张量子计算机的工作复杂性令人生。该杂志援引德国该领域的科学家、量子光学专家高斯波瑟取样的开发者之一克里斯蒂娜·希尔伯霍恩的话说：“中国科技大学的装置的复杂程度，即使公开发表了，也令人生畏。以
计想要复制中国人的成功都很难。希尔伯霍恩指出，中科大的科学家观测到76个光子，这足以证明中国声称实现量子霸权是有理由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难理解观测76个光子的难度。用大家可能听得懂的话说，用当前最好的超级计算机要花费25亿年时间才能完成。中国人取得了突破，美国人不舒服，但也得服。最早在量子计算机领域获得成功的是美国科学家。在9章量子计算机公布之前，美国是处在金字塔尖的位置。2019年，美国人专门制定了国家量子计划法，可见美国人重视程度。可中国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超越，这的确让美国人不舒服。但这样的成果摆在桌面上，发表在西方出版的顶级期刊上，他们了解之后也得服。况且中国人的成果至少让美国人下一步工作更加有迹可循。可以说，美国科学家可以从中国人科技成果的分享中获得好处。有意思的是，9章量子计算机成果发布之后，突然冒出很多灵魂拷问，各种中国科技成果公开发布的有些紧密。除了嫦娥5号持续引发全球瞩目以外，9章量子计算机的发布也燃爆了科技圈。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大科技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装置的首次放电，都是重大成果。细心的人士可能会发现，在这些成果的报道下面，经常会出现所谓的灵魂拷问：这样的科技能造光刻机吗？不光是嫦娥5号量子计算机，还是人造太阳，这些科技成果同光刻机严格意义上都风马牛不相及。真不知道这些提问的人是何居心。顺带回答一下，中国可以造光刻机，是全球第3强。9章量子计算机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一旦研发成功，肯定有利于各种科研或是先进装备的制造，包括光刻机。另外，目前中国可以制造光刻机，且技术水平不低。上海微电子的28纳米光刻机已经研发成功，即将交付工厂使用。28纳米光刻机比起荷兰 ASML 制造的5纳米的光刻机确实要落后一些，但是放眼全球，能够制造出28纳米光刻机的也就荷兰、日本和中国3个国家。日本已经停止了在新型光刻机上的研发。可以说，从目前所知的信息看，未来全球将只有2个国家制造先进的光刻机，荷兰和中国。而荷兰的光刻机是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科技之力联合造出来的。中国是我们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谁让我们天生就是一副大国的体量？谁让我们曾经在历史上站在世界之巅最长时间的国家？以至于在5G 领域，即使华为这样的科技企业，美国也是用举国之力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盟友打压。更不用说在芯片领域，美国为打压中国科技发展无所不用其极。9章量子计算机同光刻机没有必然联系，但可见未来我们也将拥有最先进的光刻机。不卖给中国企业光刻机不会憋死中国人，但是中国人需要时间。2019年断供光刻机，不可能我们立马就拿出最先进的光刻机。退一万步说，中国企业立马不给美国企业制造手机，美国本土能立马制造手机吗？很明显不能。但这样能说美国人不行吗？当然也不能。美国人别说恢复手机生产线，就是恢复技术含量低得多的口罩生产线，满足自身需求都无法做到。很多领域中国都是后来者，在量子计算机领域是这样，中国9章后来居上，相信在光刻机领域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让我们拭目以待。